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是我，你们的好朋友台灣河南。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1點，為了敦親睦鄰，我們這整部影片講話都會像這樣子。好啦，沒有啦，開玩笑的啦，正常講話音量就好了。如果講話的音量是這樣子，還被檢舉，那說真的我也認了。歡迎各位再次來到測試服的影片內容啦。哇，這個月我們開箱了非常多次的測試服的影片啊，只能說網易爸爸的員工也要過年，對吧？所以呢，就提早的把這幾個角色都先放出來了。那麼這次測試服一共更新了3個角色，分別就是各位眼前所看到的這個 Black Griffin 甘藍鴿，再來第二個就是有子生成的 Raja Rondo， 再來第3個這個人呢，如果你上一季有看 NBA 的話，應該對他不陌生啦，就是當时六馬隊的中鋒 Miles Turner， 那現在呢是輾轉到公鹿隊去了。今天這部影片我們會以介紹 Black Griffin 為主，那麼其他角色請各位再期待之後的影片咯。那麼老話一句啊，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服的內容，一切都還是以正式上線為準，請各位特別注意哦。那麼話不多說，影片直接開始。難開高了，爽就站起來啦！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球員模組跟例會哦。哇，我只能說這個模型也太粗了一點吧！哇靠，這真的超級粗的耶。那它的例會呢也是一樣，估計是用轉會的啦，還是相當還原的。好，再來我們看看潜能全部拔掉的數值。那它要對比的对象的話，應該會以字母哥來做對比，會比較妥一點。那麼在這些進攻面的數值呢 ，Black Griffin 它是略勝一籌，但是所有防守的數值，包括搶斷、蓋帽、籃板、干擾等等，都是字母哥更高。這個也合理啊，畢竟Black Griffin 他本身就不是以防守出名的一位球員了。力量跟字母哥一樣，所以呢，這個角色注定就是拿來幹籃的，沒問題吧？那麼特別注意的是，他的3分數值給的蠻高的。他在生涯前期大部分都是以打體能球，上演各種華麗的扣籃為主，但他到生涯的後期呢，去大量的增進了自己的投射技能。如果加上潛能或衣服的話，應該可以突破到110，我覺得應該會有個2中1的標準，差不多。好，再來我們來看看徽章與夥伴吧。第一個徽章，我覺得這個徽章是一個蠻有趣的徽章哦。他寫到說，球權轉換後進攻回合前6秒，你只要符合這個條件的話，全隊哦向籃筐方向移動速度會增加，傳球速度也會增加。然後 Griffin 他自身扣籃速度會增加哦，而且花式扣籃是無視干擾的。那這個就跟 Aaron Gordon 是一樣，花式扣籃無視干擾。再來第二個徽章，這個就是一個普通的過渡徽章。再來最後一個徽章，我覺得這個應該是必定要開的啦。如果你想要玩它的話，它每次只要完成以下這些行為的時候，投籃速度會增加之外，中投命中率增加，3分命中率也會增加。而且重點，各位要注意，它的上限是3層，也就是說，如果我成功得分3次，或者是助攻3次的話，我的3分命中率可以加到15%。哇，加15%，我覺得會差蠻多的哦。好，再來。這個後面給到的但書，我覺得相當特殊哦。你只要在疊加3層之後，假設比分是落後的，你在防守回合內如果使用了這個燃盡一切的爆發技能的話，它的爆發技能從原本的世紀之扣會轉變為終末之扣。哇靠，這個超級中二的這名字，效果相同，但是不消耗士氣值哦。然後如果你使用了終末之扣之後，剩餘時間內你就沒有辦法再釋放爆發技了。但好不好蓋，這個我們就不知道了。好，再來夥伴吧，彈跳3分跟扣籃，那估計到時候應該是3分跟扣籃會選一個帶吧。好，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它的技能說明吧。首先是他的大招世紀之扣，哇，超級中二。大家看一下這個扣籃，哇，超級帥。哇，動作放超級慢的，哇，這個世紀值只要耗1000，那假設你用完了終末之扣之後，你就不能夠再放爆發技，其實有點虧。通常應該是在比賽快到尾聲的時候才會把它變成終末之扣。再來第二個被動技能的部分呢，我們因為它的文字比較多，所以呢一些比較不是那麼特別的呢，各位自己按暫停看過就可以了。那我只講幾個我個人認為比較特別的技能哦。第一個我認為比較特別的是這個叫做擊扣之效的技能。他使用任意的專屬扣籃技能的時候，他扣籃進球及之前短時間內可以進行一次精準反應。那這個精準反應的意思，大概就有點像是之前 Morning 他不是有一個所謂的完美籃板跟完美蓋帽嗎？你只要符合這個條件，並且成功釋放技能的話，你自身的士氣值會增加30點。那呈現起來像什麼樣子，我們等一下進練習場就會知道。好，再來這個預備起飛的狀態呢，我覺得也算是一個蠻特別的狀態哦。你如果想要用這個角色來扣籃，
籃，並且想要享有以下這一些加成的話，你必須要符合以下這3種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你使用完魔獸衝鋒，向前衝鋒0.4秒以後就會進入這個預備起飛的狀態。但是下面有寫到一些但書哦，各位文字看過就可以了。好，再來蓄勢衝刺，你如果使用了這個叫做蓄勢衝刺的技能，假設自身周圍1米內沒有存在對手球員的話，他就會直接進入這個狀態，那就可以開扣了。那最後一個就是掩護起飛，就是當你在擋拆完成功後，那你就可以直接下順，那下順就會進入這個預備起飛的狀態了。那要特別注意的是，你如果使用它的扣籃技能，它會有分單手扣籃跟雙手扣籃。那单手扣籃的話呢，你的速度會增加，並且可以隔扣。那如果是双手扣篮的話，就是蓋帽抵抗概率額外大幅增加哦。好，再來下一個小技能魔獸衝鋒，這個技能可以讓它不管是在無球或者是持球狀態下，都可以有衝刺的技能。那大家不要看這個速度看起來好像一般帶球走路很慢哦，其實我用起来的感覺還蠻快的。簡單來說，在籃筐5米以外的範圍，你都可以使用這個衝刺的技能，不管是有球還是無球。那如果你到達3米範圍內，它會自動停止。那其他說明呢，我就帶過就好，等一下直接操作給大家看。那順帶一提，下面有提示哦，他說這個衝鋒比較容易被對手球員撞停，所以你要使用這個神行控運。那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它除了往前衝之外，你如果再按一下突破鍵，它就會变成是有往左或往右的这個方向調整。好，再來下一個技能呢，就是暴力美學，那也就是它的扣籃技能啦。特別注意的是，隨着你搖桿的拖動方向，可以決定它是觸發單手扣籃還是雙手扣籃。剛才我們前面其實在這個被動技能這邊有跟各位提到，單手扣籃跟雙手扣籃它的強化效果都各是不一樣的。再來這個運風終結呢，就可以讓這隻角色不再是只有扣籃技能而已，它也是可以來一手中投或者是後撤3分的。那如果你是在2到5米內，它就会是勾拋出手。那如果是在3米以外的範圍，它可以做到胯下後撤投籃。那如果你在5次扣籃得分後，記得是扣籃得分哦，它才會進入以下的這一些 buff 的狀態。那另外，如果你在這個全能主攻的狀態下，你會獲得持球、接球、速投技能的這個叫做運風速投的技能。好，再來就是這個極限天空的技能啦。那也就是它最招牌的空接技能。那如果你是在籃筐1至4米的範圍內原地空接，你是沒有辦法邊移動邊要球的。另外，這個地方也有不帶搖桿或有帶搖桿的時候觸發單手或雙手空接的但書。如果你是在籃筐4米到3分線範圍內的話，會觸發滑翔空接。哇，這個就真的是當時 LeBron 那個版本的超遠空接了，而且要球的時候是可以移動的。哇，那這次就是一個快樂空接腳啦。好，再來各位最屌的，它的補扣。居然可以在4到5米範圍內直接進行砸扣補扣哦 ！Holy shit， 它可以在這麼遠的地方補扣誒！但是它的砸扣被蓋帽的時候，它的扣籃命中率會大幅減少。但是要注意哦，如果不是爆發技或抓帽的蓋帽技能，是無法對抗成功的。哇，這個感覺挺好玩的。但是假設對面稍微起跳一下的話，他可能就灌不進了。好，最後一個情能捕捉，算是補足了他不足的防守技能的部分哦。他是直接給了一個基礎的蓋帽角度到240度，並且如果你的隊友起跳蓋帽後 1.5 秒內，你的蓋帽角度會增加到270度，而且蓋帽範圍是會小幅增加的，這也是一個挺有趣的機制。另外，如果我們這隊沒有得分的話呢，你會獲得以下這些加成。好了，技能部分呢，我認為應該算是相當的簡單哦。但是接下来我們進練習場來看看這隻角色用起來有多爽吧。好啦，首先就是他的大招技能啊，哇，這個大招技能我覺得應該是所有角色裡面，我個人啊認為最帥的大招。我們來看一次，哇，真的超帥，而且他那個 slow motion 也太長了吧？但這麼長的 slow motion 好蓋嗎？不知道，到時候再看。但這個大招技能除了這樣子扣籃之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了。好，再來下一個，這個應該也是很多人比較關心的，就是剛才我們前面有提到，你在扣籃的時候，如果大招鍵按對時機，會有一個士氣值加成嘛？那我們來看一次哦，這個有加成跟沒加成大概是差在哪裡？首先，這個是沒有加成的扣籃，它像這樣。好，那再來我們看一次哦，如果是有按對時機，它會像這樣，有看到哈？有沒有？它身上會有一個閃紅光的特效。那其實這個時機點蠻好抓的哦。你在球碰到籃筐的時候，再按下大招鍵就可以了，很簡單。OK， 這個觸發時間其實蠻長的，我認為應該是人人都可以按得出來啦。像我人這麼老，反應都這麼慢了，
各位應該是沒有問題。好，再來就是魔獸衝鋒搭配灌籃技能，它就會像這樣。各位看哦，平常我移動速度會像這樣，這很慢，對不對？但如果我使用了魔獸衝鋒，它就會像這樣哦，其實衝刺蠻快的哦。那並且他剛才前面有提到說，其實蠻容易被撞停的嘛，對不對？所以這個時候我就要利用他的突破技能，像這樣衝刺之後神行控運，然後改成灌籃。這就等於給了他一個靈活度比較高的衝刺技能，所以這個角色操作非常簡單，但我覺得應該會是一個可以非常有效得分而且拆彈的好用的角色。好，另外如果在無球的時候，他的蓄勢衝刺會長這樣。其實蠻快的哦，比如說你看，我現在人站在3分線外，然後呢，我直接要個球衝進去，變扣籃，哇，這個用起來真的很絲滑，很爽。另外，這個暴力美學的扣籃技能也是有2點的哦，像這樣，如果你是單手的話，它會是單手360度大回旋灌籃；那如果說是雙手的話，它就會是像這樣。哇，這個超級帥、超級誇張的，等於說，你如果是單手、雙手的話，它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種變化，並且不管你是單手或雙手，1、2點都無所謂，你都一樣是可以觸發這個極效之扣的。像這樣，然後球碰到籃筐再按下去，這個時機真的是蠻好抓的。好，再來呢，這個魔獸衝鋒它也是可以去銜接後撤的，我可以衝進去，讓人家以為我要灌籃，結果呢，我是後撤，也可以。或甚至我在衝到一半的時候，直接按後投籃，它就會變成是衝進去，然後做個3分後撤，像這樣子。所以這個灌籃王有了3分，哇，那應該會是蠻有威脅性的。然後再來，它的這個暴力美學扣籃是可以分球的，哇，那就是相當快樂了哦。那我可以想象到時候的畫面就會變成是文本亞馬，還有加一個 Griffin， 然後再加上一個字母哥，3個人在那邊互相空接，空中彈珠台。OK， 這應該也只有我會玩了。OK， 再來花式部分呢，它是給到了 Griffin 4個花式技能哦，而且還有 Griffin 它專屬的花式技能。首先第一個就是最基本的，在3到4米的時候會觸發這一個360度轉體扣籃，然後再來第二個比較特別的就是它專屬的魔獸轉體扣籃，哇，這個超級帥哦。然後再來給到了虛晃胯下扣籃，這個也超帥啊，而且這個跟一般的胯下扣籃是不一樣的，它在空中做了一個假動作啊，各位有看到嗎？它在空中做了一個雙手扣籃，然後轉成胯下扣籃的這個假動作，哇，超屌！好，最後一個就是給了一個拆彈非常好用的重扣技能。以上4種花式，然後再搭配上它的空接，再搭配上暴力美學，哇，它的扣籃有超級多種，基本上有10幾種要猜啊！我是籃下防守那個人，我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守它，那不如2分就直接放掉去守3分好了。哇，只能說這個角色，應該會是我的最愛，真正的大哥灌籃。準備要來了。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測試服的開箱內容啦。我們的 Black Griffin， 你覺得這個角色做得怎麼樣？還不還原呢？留言在下方讓我知道。我自己個人是覺得呢，強度還好而已哦。畢竟呢，給了他很強勢的2分進攻技能，但是再怎麼樣，你就是2分而已，對吧？3分的威脅性如果沒有那麼高的話，我倒是覺得強度還好，而且他在防守部分可以說是做出了蠻大的犧牲，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強度呢，剛剛好啦。那我也很期待到時候用它來配上 Rajon Rondo， 配起來的感覺會怎麼樣呢？讓我們一起期待新年的空接之城吧。好了，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